人杰春好时，通途福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张俊浩，欢迎大家来到凤凰网娱乐蛇年央视春晚专访间。凤凰网的各位朋友们，此时此刻呢，来到我们的春晚专访间的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演员刘宇宁。有请宇宁先和我们凤凰网的朋友打个招呼。凤凰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宁，新年快乐！那刚刚从春晚的舞台上走下来，就马不停蹄的来到我们的凤凰网的这个春晚的这个专访间。我就发现你今年春晚的这个造型，首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觉得有点特别符合我们蛇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。首先就是一套红的衣服嘛，希望在过年的时候有个喜庆的一个感觉嘛，中国红嘛。是。然后整个这个领，它做了一个蛇的一个设计啊，对，因为蛇年嘛，对，小的巧思。对，很符合这个过年的气氛，而且又是这个蛇年的春晚啊。其实今年的春晚也不是第一次上央视春晚了。对，这次心情会跟第一次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？就依旧是很开心、很激动。当然这个可能比上一次要更加的放松一些。因为去年来的时候就特别紧张，然后就是一直每一次彩排也好，每一次上台的也好，都会很紧张。这一次会稍微的放松一些了。你觉得就是全球华人那么瞩目的央视春晚，毕竟可能和你之前参加的一些，比如说地方的春晚或者跨年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，是会有更多的压力，也会有更多的动力。想听听分别是什么？压力是什么？动力是什么？压力是什么？压力是就是因为你上台作为一个歌手来说，你上台都会有一些紧张，你都会有一些压力，你怕演得不够好，或者是怕什么走位忘了呀，然后表情做得不到啊，就是因为是过年嘛，而且它是就像你刚刚说的，是全球华人关注的一个晚会嘛，对，你就会觉得这么多人在看着你呢，你就会有一些压力嘛。那动力呢？动力就是我的天哪，你知道吗？作为一个艺人也好，歌手也好，演员也好，你能在过年上到春晚，那就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儿。尤其像我们家长辈，比如说像我大爷、我姑他们，就会觉得哇，我们家孩子好像这种上春晚了，就很有面子啊，很替我开心啊，会跟邻居说，哎，过年都看我们家那个，你知道吗？过年都看春晚啊，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啊。对，家里人会很开心。对，感觉家里就是孩子特出息了。对，就感觉出息了那种的啊。以前可能都是在家的时候叫到长辈面前来给我们演一个，现在真的是在电视上给全国全球的观众朋友们来演。对，是的。对，这次这个节目你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？跟之前？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这首歌的意义蛮好的，就是北斗七星耀东方嘛，然后也讲了一个，而且是有我们7个爷们儿，7个爷们儿唱这么一首歌，然后就整个这个舞台的这个气场就很阳刚，很正气，然后就觉得很有力量感。那7个人其实人数也不少了。对，是的。所以说怎么样以快速通过几次彩排排练拉近7个兄弟的这个默契，就是因为都很熟悉，然后彼此也信任，然后又经过了多次的彩排，反复去打磨这个节目，所以就是还蛮游刃有余吧。对。其实对于春节来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对于每一个华人、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。对。然后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宇宁，就是在你印象当中，特别是在你的老家，丹东有什么样特别的过年的习俗，或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啊，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。其实东北还好，东北基本上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习俗，就是凡是怎么说呢，我就记得会每天早上起来嘛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跟着家里大人把春联贴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在家里做好多好吃的呀，要从上午就开始准备晚上那一顿年夜饭。我觉得这个整个仪式感就让我觉得很有过年的氛围。然后到了这个初一、初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种我们那个当地的那些街道上就有些舞龙舞狮、扭秧歌这种的，你去在里面参与一下，然后跟大家溜达溜达，就很开心。那其实随着我们现在就是年龄慢慢增长，其实有时候大家过年的这种形式也有很大的一些不一样了。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不一样？现在大部分都在工作嘛，就很难得说跟那个儿时的玩伴啊、儿时的朋友，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们说，在一块好好的聚一聚，好好休息休息，跟大家聊聊家常，坐在一块儿，其实还真的是挺难的，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。所以还是希望各位尽量在过年的时候能够回去陪陪家人。如果现在让你回忆一下，就是在过去的每一个春节当中，哪一年的春节是让你格外印象深刻的？就可能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春节，是我在剧组过的一个春节。在剧组过的春节，在剧组过的春节，因为可能之前都是在家里跟自己的
长辈啊、亲戚啊一块儿过年。那我第一年在剧组过年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，哇，我就会有一些遗憾，说我今年没有回家过年。但是又看了这么多兄弟姐妹在一块儿都为了这个工作在外面打拼，然后没有回家过年的这个氛围，然后大家彼此陪伴的这个年，我反而觉得它是独特的。对，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家人，剧组也是个大对，家庭，就是感觉大家都是家人，对然后在一块儿那个聊聊天啊，吃好吃的啊，喝点小酒啊，然后开开心心的把这个年过了，然后就这种感觉还蛮好的。有的时候其实春节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跟家人团聚。对，然后呢，团聚的更多的方式呢，就是大家围在餐桌前吃上一顿饭哈。我们都知道宇宁做菜很厉害，有没有在春节期间你会有一些保留的拿手好菜，或者是咱家吃年夜饭必须得有的几个大菜？我就是因为我虽然是学厨师的，但是我们家做饭我就全都是能手啊，还轮不到你。对，我轮不到我。我大姑做饭非常好吃，我妈做饭非常好吃，我小姑也可以啊。我一般就是最多能打下，我专业厨师只能沦为什么呢？在家打下手的一个档次啊，是这样的。只能打辅助。对，打辅助，帮他们切菜啊，备菜啊，然后他们炒的时候他们来做。那咱家这些长辈拿手菜都是什么菜？啥就是各种鱼啊，然后炖，因为我们东北流行炖菜嘛，各种的什么酸菜炖猪肉啊、血肠啊，什么各种烧茄子，就是都能做，你想吃的都能做到东北菜啊。看起来这个宇宁家里这个春节的这个餐桌还是非常之丰富，好吃的，得做10几个菜，得做10几个菜哈，热热闹闹的跟家庭人团聚哈。其实刚刚过去的2024年，对于宇宁来说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、一些创作。有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，有让大家喜欢、记忆深刻的一些角色，也跟很多的导演有合作。其实有网友盘点了一下，你2024年，你还记得你一共给大家带来多少首？仅仅是 OST 哦。你有自己算过吗？我上次好像算过一次，好像是26首吧。网友写的是28首，28首，反正20多首，将近30首了。谢谢。对，其实，在整个这过去的一年，如果让你总结一下2024年，你会怎么去总结音乐和你的演员这样的一个？我觉得2024年对我来说是很充实的一年，因为这一年真的是工作蛮多的，而且我觉得每个工作都能获得收获，让我自己更加的充实了。我觉得就是满收获的一年。有没有觉得哪一刻自己成长了一些，或者有成就感的一些？就是可能随着你唱的歌越来越多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的审美也好，你的唱功也好，你对自己的要求也好，都在提高。我觉得这就是你要，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就是你学再多东西，你不如去实践。就是在这个我不停的实践过程当中，会让我觉得我会进步会稍微的快一点哈，我这种感觉。包括在演戏的时候，去年也是演了两个角色，然后当然也播了一部剧。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当他播出来的那一刻，我再去看我当时的表演，我也会有反思，也会有这个哪怕挑毛病也好，或者是觉得我可以更好的这个过程，我觉得都是在成长，都是在进步啊。这个我还觉得挺充实的。是，其实要提到2024年，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个大热剧集《天行健》。天行健不错。对，然后这个首先大家的这个反馈特别的好，而且评分上8.8分，这个是在你的预料之内的吗？大家这么喜欢？好的作品一定是集体的智慧，集体的创作，从剧本角度、导演的角度，然后最后才是我们演员嘛。当时我们在做这部剧的时候，就非常的，也不敢说有匠人精神吧，就是那种很认真、很尊重剧本、很尊重当时的历史，所有的一切，就是很认真的做这件事儿。虽然我的戏份很少，你想想，我一共才不到200场戏，我就在剧组待了5个多月，你想想，这个是比较怎么说呢？用心的一部剧吧。对，如果按剧的拍摄时间，这个确实是不短的，确实是不短。而且其实知道你很忙，对，有录歌呀，然后拍剧，但是好像平常你还会，只要有时间，还是希望通过直播的方式跟大家聊聊天。是的，对。为什么一直会坚持做这件事？其实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我情绪的出口吧。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有些事情怎么说呢，就可以跟喜欢我的这帮朋友直接去沟通。这样就让我们会就是避免很多的这个
误会。然后有的时候我说，可能我的粉丝有一些这个个别的，有一些我不太喜欢的行为，我就会在直播里跟他说，我说这样做不好，你可以这样做，是不是更好一些？就他们可以知道我在想什么，然后我也可以在那个通过一个直播的氛围当中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我能尽我最大的程度给予他们什么啊。对，有开心的事也跟大家多分享，对，大家一起开心，跟大家分享生活，哪怕就闲聊扯，然后就是那种闲聊，就是已经没有任何营养的那种唠嗑，我也觉得是开心的氛围也觉得是对我来说，我直播本身就是一种放松，当然也希望带给观众一种放松。我相信那一刻他们也是很开心、很放松，因为是和自己喜欢的人互相去陪伴一下哈。当然今天在我们的专访间，能不能有机会听到你想送给喜欢你的影迷也好，歌迷也好，清唱1、2句，有没有一首歌想送给他们？可以啊，过年嘛，唱个跟过年有关的歌吧。成，那我们对着这个镜头送给他们。说一句恭喜恭喜，一定会如意如意。也是说我爱着你，每一句同喜同喜，感谢我有你有你。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。新年快乐！哇，谢谢我们的雨宁用歌声哈。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送给喜欢你的歌迷，是的，也是送给全国的观众朋友，送给我们凤凰网娱乐的各位好朋友的一份新春的祝福哈。好，那当然最后也是通过我们的镜头再次给大家送上春节的祝福吧，好吗 ？OK， 那在这里呢，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在2025年能够心想事成，蛇年一切都顺利。好的，那我们在这里呢，也期待2025年我们的雨宁，无论是在歌坛还是在影视剧的舞台上，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、经典的角色。有机会常来我们这里玩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